一只雪豹趴在窗户上，示意正在打游戏的小萝莉赶紧过来。小萝莉睡眼朦胧地走了过来，久违的不断感慨这世界真不容易。再次来到那个院子里，可惜这里已经荒废，她没能再次见到小萝莉。刚想离开，就看到了招聘家政妇的信息，确认果然是自己心心念念的雪精灵，所以前来应聘。不过她想请教一下，为什么需要刻苦耐劳？毕竟是那么可爱的女孩子。老爸也非常认同女儿很可爱，就是有点小顽皮。此时小萝莉还处于气头之上，没想到女仆直接穿着她的衣服出来，那感觉像是被大小姐用力抱紧。鸭居燕一脸的满足。寒冷的冬天，大小姐醒来之后却无法突破床的封印，结果让女仆有机可乘，能进入她的房间喊她起床。然而女仆破天荒的没有凑到旁边，而是打开了窗帘，原因是外面下雪了。大小姐的第一反应是学校应该放假，因为这里的交通很怕雪，这下可以睡个回笼觉了。可惜女仆瞬间打破了她的幻想，大小姐是走路去上学，并不需要交通工具，现在也只能接受现实，乖乖去上学。不过她对此很讨厌，因为雪会从靴子缝里渗进来，导致里面变得湿哒哒的。女仆立马表示可以背她过去，或者公主抱也可以，可惜被大小姐狠狠拒绝了。出门之后，意外发现路上的雪都被小绿铲完了。她喜欢边铲着刚铲完又堆积起来的雪，边感觉自己身为人类相对于大自然的渺小，因此熬了一整夜。大小姐跟他们道别之后，顺着铲完雪的道路上学去，在半路上遇到了旧奇。大小姐发现他似乎长胖了，因为冬天推出了很多限定巧克力，而他们家一个不注意就会被地底吃光。还有天冷了不太想运动，大小姐表示理解，她也很讨厌被雪弄湿，而且看到雪总会想起过世的妈妈。眼看旧奇快要跟着落泪，大小姐提议一起来跑步，这样身体也会变暖。旧奇也回过神来，刚好跑步还可以减肥，因此两人立马行动起来。小跑着进入教室，瞬间吸引了同学的目光，看得杰伊很不爽，立马上前想要跟他进行打雪仗比赛。大小姐不太想接受，杰伊表示可以让他们两人一起上。旧奇瞬间充满干劲，让大小姐接受比赛，她想要通过运动来减肥，大小姐只能无奈地接了下来。放学后，几人一起来到了操场上，时限是10分钟，谁的雪球砸中的次数多，谁就赢。由另外的2位同学来当裁判。随着比赛的开始，杰伊瞬间丢出一个大雪球，精准命中大小姐。两人刚想要拉开距离，结果又一击命中，气得旧奇立马进行反击，雪球轻轻地飘了过去，被杰伊轻松躲开。敌我双方实力差距太过悬殊，大小姐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女仆伪装的雪人给他们提供了建议，告诉他们可以分工合作，由旧奇来制作雪球，然后大小姐负责扰乱杰伊和攻击。刚好这时一颗雪球砸了过来，大小姐立马集中注意力，很自然地躲了过去，感觉这个方法确实可行，让旧奇边跑边制作雪球，而自己对着杰伊一顿嘲讽。杰伊的仇恨值很快被吸引过来，朝着大小姐疯狂攻击。大小姐边躲边跑向旧奇准备好的雪球，捡起来就朝着杰伊砸了过去。这一击果然见效，但也因此被杰伊识破了他们的计划。双方打了个你来我往，眼看战况胶着不下，女仆再次给了建议，让旧奇脱下手套，把雪球捏得紧实一点。随后让大小姐利用雪球压制，逼得杰伊不断退后，只能进行远距离打击。然而雪球在接近大小姐的瞬间迅速散开，趁此机会，大小姐用尽全力把手上的雪球甩了出去。同样的距离之下，这一发雪球并没有散开，精准打击到杰伊身上。因为是用手直接捏出来的雪球，雪会因为体温融化，用力压紧则会更加坚硬，这样一来就算全力丢也不会散开。两人配合的成果在此时完美的体现出来，打得杰伊毫无还手之力。很快10分钟时间过去，然而裁判因为中间开始就没再去看，因此并不知道是谁获胜，最终只能算作是双方平手。大小姐看到旧奇的双手被冻得通红，赶紧给他进行保暖，也因为和他有了美好的回忆，大小姐也开始有点喜欢雪。雪を見ていたら初めてお嬢様と出会った日を思い出し、雪とタウンベルの試合王子を見逃す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と。せっかくできた雪の楽しい思い出を変態に観察された気持ち悪い思い出に上書きするな。老爸好不容易请到年假，打算带大小姐去泡温泉，结果大小姐嫌太麻烦不想去，任老爸如何劝说也不动心，最后得知能跟水豚一起泡，瞬间蹦了起来。水豚温泉是极难预约的，没想到老爸可以预约到，大小姐也冒星光的夸了老爸一句，把老爸感动得泪流满面。多亏之前有努力加班，不过令大小姐最开心的原因是终于能摆脱女仆，再三叮嘱老爸绝对不能告诉他，但还是觉得不太保险，毕竟那个女人有多执着他最清楚，于是决定让他以为自己住在旧奇家里，自家就剩下老爸一人，所以他连假也就不用过来了。虽然老爸有点负罪感，但是在大小姐的强烈要求下还是同意了。很快来到了旅行当天，按照约定，大小姐打算先去一趟旧奇家里，跟老爸约定好碰面地点，而行李已经提前寄去旅馆了，也拜托了小绿帮忙照顾熊五郎他们，计划万无一失。跟老爸碰面之后还四处观察，一路上探究的十分仔细。失礼いたします。失礼いたします。
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女仆会因为刚好有空来到这里打起了临时工。当然，实际上是从他跟旧奇谈话中听来的。大小姐瞬间感觉没爱了，想要回家，但想到水豚之后又有点舍不得。虽说这个女仆有点烦人，不过她还是想要泡水豚温泉，最终还是决定忍耐一下。泡温泉之前，老爸告诉她，如果先出来就回房间，不要自己到处乱跑。大小姐答应下来之后，换上了浴巾。いざカピバラカピバラなんであいつらどうする部屋に戻るかでも恐怖のあまりに見た幻に違いない。大小姐再次打开房门，果然是幻觉，那家伙并不在这里。接下来终于可以泡水豚温泉了，结果发现隔着一片玻璃，并不是在一起泡。大小姐只能隔着玻璃用意念召唤他们过来，看起来真的很可爱。她刚想好好欣赏一下，没想到女仆突然出现在身后，将她给吓了一大跳。女仆对于大小姐召唤来水豚感到很精彩，都感动哭了，看起来就像是水豚妖精。好在这里不能带摄像机，女仆对此很是遗憾，不过她还是表示一定会烙印在眼底。すぐ忘れろ。因为女仆在这里，大小姐完全没心情泡温泉，决定要出去。当然，主要是去外面才能摸到水豚。いずれは結婚するのですから、そんなに恥ずかしがらなくても一緒入ってる。大小姐突然想到老爸让自己别出去，但想到只是去庭院而已，应该没啥关系。随后来到庭院之中抚摸水豚，看起来很开心。这时，一只熊猫出现在她的视野里，大小姐一站起身来，吓得她转身离去。晚上回到房间，大小姐跟老爸提起熊猫的事，但老爸完全不相信这里有熊猫，只是以为大小姐想要吸引他的注意，随便敷衍了过去。而大小姐对熊猫却非常在意，看到老爸已经睡着，决定出去找到证据。最主要是她很想要看熊猫，因为动物园的熊猫都在睡觉。等老爸醒来之时，看不见大小姐的身影，连忙拨打电话，结果却没人接听。刚好这时女仆过来，老爸慌乱地跟她说明了情况。女仆见此让她先冷静下来，随后请她去告诉旅馆的人并搜索周围，而她自己决定去山上寻找大小姐。老爸也想跟着去，却被她拦下来了。如今太阳已经下山，进山会很危险，而他身为前自卫官，有一定的自保能力，现在担心也无济于事。女仆让老爸留在这里等待大小姐归来，而他自己迅速做好准备，一往无前地走进山里。お嬢様、どうかご無事で。这位小萝莉为了能亲手摸到熊猫，独自一人跑进深山老林，结果熊猫没看到，肚子还饿了，于是决定往回走。然而发现自己迷路了，刚想掏出手机定位，没想到手机不知道掉到了哪里。慌乱的他想到或许能从高处看到旅馆，奈何没有爬树技能，毫无疑问遇难了。不过乐观的他觉得自己身为小孩应该不可能走太远，说不定旅馆就在附近，随便走走一定能够回去。然而走到天色暗淡下来，他也没能找到回去的路，后悔没听老爸的话，觉得自己可能会死去。不过这样就能见到自己的妈妈。他想起了家里的熊五郎，想起了小仓鼠，想起了自己的老爸，想起了旧七同学，顺便想起了杰一同学。难得觉得学校有趣了，他还是想要回去。结果想到女仆的一瞬间，他觉得还是这样死了算了，这样就能永远离开那家伙。突然，一只熊猫出现在他的面前，大小姐瞬间乐观了起来。不过这只熊猫似乎看起比较瘦，或许是因为野生的，大小姐也没在意。可惜的是手机丢了，她没法拍照，只能询问她知不知道去旅馆的道路。熊猫一脸懵逼，转过身就直接离开。大小姐连忙跟了上去，说不定跟着她就能回到旅馆。结果熊猫带着她来到了河流边，似乎离旅馆越来越远。这时，熊猫突然走进河流，徒手抓起了一条鱼，打算请大小姐吃。いや、生はちょっと無理。あ、もう可愛いな。这时，大小姐也发现了不对劲，她不记得熊猫会吃鱼，然后这里是北海道，也就是说，这家伙是熊猫花纹的棕熊，但看起来那么小，说明它的妈妈可能就在附近。刚好这时一只大棕熊出现，朝着大小姐跑过来，以为大小姐欺负它的孩子，气愤地朝着她走过来，吓得大小姐待在原地不敢动弹。好在这时候，女仆及时赶到，让大小姐先不要动，也不要背对着棕熊，随后缓慢地朝着大小姐接近，将她给护在怀里。どさくさに紛れて抱きつくな。まさかこの状況で拒絶されるとは、想像と違いますね。お前なんか年中無休で拒絶だ。看到大小姐这么有精神，女仆也放心下来。此时棕熊离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女仆赶紧上前将大小姐护在身后，决心要守护她的安全，并且跟棕熊说了自己与大小姐相遇的经过，表示出对她的爱有多么深沉，发誓拼上性命也要保护她。没想到棕熊听她说完，立马转身离去。大小姐觉得是那家伙说的话太过恶心，才让人家不想打的。不过最终还是解除了危机。然而大小姐无法接受如此恶心的救法。刚好这时旅馆的人过来救援，大小姐兴奋地跑了过去，总算是得救了。いやいや、私がお助けし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几人很快回到了旅馆，大小姐也就此事跟老爸道歉，因为给旅馆增添了麻烦。老爸对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并认真地向他们道歉。大小姐看到老爸如此，也跟着向大家致歉，还破天荒地对女仆表示了感谢。結婚しましょう。絶対嫌だ。結婚？刚好这时老板娘出来，邀请他们一起去吃火锅。大小姐兴奋地跟着离去。晚上睡觉之时，大小姐突然说了句好冷，老爸瞬间惊醒，以为她感冒了，毕竟一直待在那么冷的地方，赶紧把空调温度升高，刚想给她找条毛毯，大小姐直接凑了过来，在她的旁边睡下。老爸发现她没有发烧，也就放心下来。熱はないけどお互いね。よいしょ。無事で本当に良かった。小萝莉今天相当兴奋，最近她放弃了网络游戏，放纵糜烂的生活，
只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他要和好朋友就其过夜会了，女仆也为他感到开心。对于3次元幼女们在一个屋檐下共同寝食，他也相当期待，简直就是天堂。不过也明确表示不能让大小姐在黑暗中玩游戏，以及半夜吃零食。虽说这是过夜会的灵魂所在，但为了保护幼女那明亮的双眼，女仆是坚决不同意的。大小姐顿时感到有点无趣。下午，女仆简单的布置了一下大厅，不过看到大小姐的反应之后，觉得还缺少一个彩球，立马就要去公园准备鸽子，却被大小姐阻止了。毕竟鸽子很可怜，但女仆让大小姐放心，她会尊重鸽子的自主意识，觉得仅靠自己的人格魅力也能将它们降服。这也是为了尽心迎接就其到来。身为女仆的她绝不能让大小姐丢脸。お前の存在そのものが恥だよ。最后，大小姐让她别再做多余的事，只要跟平常一样准备美味的饭菜和甜点就行了。接下来，女仆把大厅收拾干净，趁着还有一点时间，她想要打扫一下这间房间。奈何这房间对大小姐来说极其重要，她绝不允许任何人进去。女仆满足不了好奇心，决定先满足于大小姐敞开新房接纳自己。開けた覚えとかねえし。晚点时间，大小姐独自走进房间，这里也是她妈妈生前的房间。ガオー、何してるガオー。お仕事ガウ。お給料で新鮮なキングサーモン買うガウ。サーモンよりも蜂蜜たっぷりのメドミクがいいガオー。買う買う。そんなわがまま言う子はこうしちゃうぞ。こうよ、こうしちゃうから。就在不久之前，大小姐在寂寞的时候总会窝在这里。不过自从女仆出现之后，她也基本上没再进来过。也因为那家伙总是胡搞瞎搞的，大小姐不再多想，打算先扫个地。然而看到这满屋的灰尘，突然想到某个古人说过的话：明天能做的事，明天再做就好。刚好这时就其到来，而女仆也开始期待起幼女们的过夜会。想着大小姐让她在自己面前展现真正的自己，然后大家一起开心嬉笑玩乐。想着想着鼻血都止不住。此时大小姐也打开了家门，结果没想到杰伊也跟着一起过来。一见面就想跟大小姐比赛，不过被大小姐一问瞬间待机。她是那种什么都没想只靠气势行动的人。在半路上碰巧跟旧奇相遇，听说要去大小姐家里就跟着过来。旧奇觉得她应该是想跟大小姐交朋友。大小姐想着她之前的所作所为，觉得也有道理，因此邀请她一起来办过夜会。そういうことか、わかった。お泊まりして勝負するっしょ。いや、それはもういいから。3位小萝莉在愉快地荡着秋千，女仆给他们带来了精美的甜点。大小姐品尝过后虽说不甘心，但也不得不承认她做的料理好吃。而杰伊对此怨念很大，有这么大的房子和庭院，还有这么棒的女仆，这难道就是金钱的力量吗？大小姐赶紧否认，因为屋主此时正在拼命工作，连周末都不准备回来，所以她才会叫来旧奇一起办过夜会。女仆也表示自己也因此今日在这里照顾各位，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都可以麻烦她。大小姐让她要整晚保护大家的安全，不过是留在庭院之中。女仆还想说些什么？最近この辺に不審者が出るって聞いて怖いんだ。でもお前なら守ってくれるって信じてるぞ。お任せください、お嬢様。刚好这时有个可疑人物出现，小绿表示很无辜，她只是有一点点变态嗜好。此时天气也开始变凉，女仆让他们先去暖暖身体，然后3人挤在一起泡澡，探讨起了大小姐的皮肤，一不小心就泡过头了。刚想换上衣服就发现不对劲，而此时女仆在外面慌乱地走来走去，想着大小姐他们应该要出去换衣服了。刚好这时他们走了出来，身上的睡衣都是女仆亲手制作的，看起来非常可爱，他们也都很喜欢。不过女仆更在意的是大小姐的看法。此刻大小姐也走了出来，对女仆换掉她的衣服表示很不满，但看在最近欠她人情的份上，就勉为其难地穿了一下。女仆非常兴奋，这还是大小姐第一次将自己制作的衣服套在她纯洁的身体上。気持ち悪い言い方するな。ふむ、脈が止まっている。终于可以举办过夜会，不过几人一直在讨论着女仆，觉得她很完美。大小姐也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无所不能，但也只有自己才知道她的缺点，非常在意她为什么会退役。两人也看出大小姐其实很在意女仆，只不过有点小傲娇。不过大小姐当然不想承认，举起枕头就对着杰伊砸了下去。被打的杰伊一时间气不过，抄起枕头就对着大小姐抡了过去。结果大小姐一躲，这一击结结实实的砸到了旧奇身上，旧奇顿时火气都上来了。然后3人开启了枕头大战。趁3小只玩耍的空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省钱神器，那就是识货 App。换季买大牌潮服上识货 PP， 替你找底价。冠军 F426李宁短袖卫衣会实时对比全网店铺价格走势，当前平台补贴比店铺底价更划算，且渠道经质检筛选。搜更多款式进评论区，新人送福利。他们闹腾的动静被楼下的女仆听得清清楚楚，一时间差点被净化成灰烬。好在小绿在场把她给救了回来，不过依然挡不住女仆那向往的内心。晚上，女仆认真执行大小姐的命令，独自在庭院中守护着他们的安全。大小姐他们在房间里睡得正香，不过杰伊一不小心掉下床之后想要上厕所，于是便拉着旧奇一起去。两人刚来到厕所门口，就听到里面有动静，打开门之后差点被小绿给吓死。然后又看到熊五郎他们在玩耍，但由于没有光线，他们看到的是很不友好的一幕。慌乱之中闯入了大小姐最真实的房间，然后在黑暗中看到了棕熊扔了，吓得他们一不小心踢倒女，在棕熊掉落下来之时惊慌失措的导致一晚上精神恍惚。早上大小姐醒来的时候还认为他们是关系好，也没有在意，独自来到大厅，随后看见了妈妈的房间被打开。
往里面看了一眼之后，简直不敢相信。刚好这时女仆走了进来，大小姐连忙将房门关上，质问她是谁擅自进入过这里的。这里是她与妈妈最重要的回忆。大小姐一瞬间想到了结衣，然而她刚说出口，女仆立马上前承认了下来，表示是自己昨晚在外面耐不住寒冷，想着这里应该没人知道，就偷偷进来取暖。お前なのか？大変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リードなのに私の命令を無視して。はい、私です。ここは私たち家族の。お前なんかが入っていい場所じゃないんだ。このバカ！お嬢様。看到大小姐如此生气，女仆为了不让他们的友情因为一时的情绪从而产生嫌隙，将所有的一切独自扛了下来。此时两位同学也了解到事情经过，他们也完全没想到会变成这样。为了不给女仆添麻烦，他们想要跟大小姐道歉，然而刚想开口就被小绿给阻止了。他觉得现在大小姐气疯了头，也无法冷静接受，让他们接受女仆的心意。到了如今这个地步，两人也只能先行离开。在女仆的通知之下，老爸很快赶了回来，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对女仆表示抱歉，然而女仆却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对此很是自责。至于大小姐为何会如此执着于那个房间，老爸觉得应该跟他们说清楚。那房间对于大小姐来说，甚至可以称之为圣域，是她与过世的妈妈仅有的关联。妈妈在世的时候，大小姐总会溜进房间待在她的身边，而有时老爸也会融入其中，是他们家的天伦之乐。那时也是大小姐最幸福的时刻。而自从妈妈不在以后，大小姐每天都把自己关在里面，可能以为待在那里就能再见到妈妈。老爸觉得或许她至今都还相信着妈妈也许还在那个房间里，这也让女仆想起了自己过世的爸爸，他们之间有着近乎相似的经历。此时她突然站起身来到房间门口，聡明なるお嬢様であれば、すでにお気づきであることと思いますが、それでもあえて申し上げます。そこにお嬢様のお母様はいません。随后女仆向老爸道歉，她并不是想给大小姐施加压力，老爸也没有怪她，这种事本该由身为爸爸的他来说的。小绿对此也很惊讶，没想到他会对大小姐说出那种话。或许也是因为经历相似，他实在是看不下去，想拜托小绿帮他做一件事。然而小绿不想听，希望女仆能够命令他。这贯彻本色的能力把女仆都看无语了。而此时大小姐接到了救奇和结衣的电话，他们向大小姐坦白了事情的经过，并跟她道歉。但大小姐并没有怪他们，她其实早就知道不是女仆做的，因为无论如何，那家伙绝不会做出伤害她的事。大小姐重新捡起了妈妈画的全家福，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大小姐抬头一看，差点半条命被吓没了。发现是小绿之后才松了口气，因为没碰到地板就不算进到房间，所以算是过关边缘。看到大小姐似乎冷静下来了，小绿给她带来了女仆做的料理，她料到大小姐肯定饿了。大小姐虽然很高兴，奈何就是讨厌女仆这种地方。还有，因为一直关在房间里，女仆还贴心的给大小姐准备了好东西。あいつのそういうところが本当に大嫌いだ。小绿此时也看出来了，其实大小姐根本就没生女仆的气。突然大小姐问起女仆在干什么，小绿告诉她，此时女仆正在打扫整间房子。小绿也不知道她准备做什么，但上一次看到她那凄凉的眼神，是在她离开自卫队时。大小姐一时间不知道该是什么心情，但最后她还是跟小绿说了一些事。此时女仆看着自己打扫的一尘不染的房间，一时间感慨万分。これで終わりですね。短くも、それでも28年のせいで最も輝いていた日々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然而小绿的出现改变了他的想法，质问他对大小姐的爱难道就只有这点程度吗？唤醒了女仆的初心，回想起自己与大小姐一起经历的时光，一幕又一幕犹如走马灯般在他脑海闪过，使他坚定起自己的内心，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侍奉大小姐一生。小绿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把空间留给了他们两人，接下来就由他俩去处理。女仆来到了房间门口，听了下动静之后，发觉大小姐在休息，也就没有打扰。看着旁边大小姐妈妈的照片，見守っていてくださいますか？あなたが愛したお嬢様とそのお嬢様を愛する私の行く末を。此时大小姐突然被冻醒，拉开窗帘看到太阳还没出来，她的动静也被女仆听见。女仆表示有话要跟她述说，让大小姐听着就行。随后开始说起了自己的陈年往事。她的爸爸是航空自卫官，是个总是在做重量训练的人，因为他常说锻炼肉体是不会说谎的。当女仆和他说想要娃娃的时候，爸爸只会买来肌肉女士兵模型给她，估计也因此他才会喜欢上洋装和美幼女。但这样的爸爸却是他最喜欢的，所以才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离别。母亲告诉他爸爸就在天上，他也知道这肯定是为了安慰他而说的温柔谎言。然而他想再见到自己最爱的爸爸一面，因此拼命学习锻炼，日复一日的训练。可惜最终还是失望了。尽管知道这是肯定的，但他还是希望爸爸存在而朝着天空出发，更应该说是热衷到看不见其他了。所以他当时说出大小姐的妈妈并不在那里，
是因为从大小姐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她对此很抱歉。刚想道歉就被大小姐打断，她并不是因为这个生气，而且她也早就知道妈妈并不在这个房间。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当她知道有人进过房间时，自己居然毫无想法。当时她很吃惊，如此重要的地方被人闯入，自己居然毫无想法，觉得自己是忘记妈妈而每天开心玩乐了。然后她开始厌恶这样的自己，觉得自己无可救药，所有人都没有错，从头到尾只是她自己在乱发脾气。女仆对此却感到很欣慰，小孩终会离开父母去得到许多新事物，得到朋友，得到将来的梦想，得到运动会的季军。如果妈妈看到大小姐的成长，肯定会很高兴。而且女仆觉得比起自己，大小姐无疑是相当出色的。她告诉大小姐，自己的右眼已经失去了光明。那年她亲眼确认过爸爸不在天上后，依然待在自卫队的她某天被病魔侵蚀了，视力急剧下降，以至于无法再飞上天空。但她也转去了其他部队，继续待在自卫队，最终右眼完全失明。于是她才真正的离开了自卫队。她始终觉得自己一直活在过去。大小姐也完全没想到，不仅没能找到，还失去了许多。いいえ、お嬢様。私もちゃんと見つけましたよ。何を？光を。失い得られなかったもの、その全てを計りにかけたとしても、なお重く眩しい。それこそがお嬢様、私の光、私のしるべなのです。大小姐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脑海中也开始回想起自己与女仆经历的时光。虽然有时候真的很烦人，但也给她带来了无法抹去的欢乐时光，治愈了她那千疮百孔的内心。仕方ないよね、ママ。こんな奴がいつもそばにいたら、ママのことずっと考えたりとかできないよ。あいつは私を光と言ったけど、それならきっと。こいつが私の。あなたが私の。掃除するから手伝い。お前は私のメイドだろ。はい。这是一个温泉主题公园，因为小绿多给了几张票，大小姐邀请了朋友一起来玩，而有大小姐在的地方，女仆肯定也会在场。因为说到温泉就会想到偷窥，而女仆的使命就是从这世上猖獗可怖的萝莉控们的掌中守护住美丽的大小姐。豪快にキモいブーメランやめろ。这个温泉是可以穿泳衣的，大小姐觉得完全没有担心偷窥的必要。不过女仆更兴奋了，这下可以看到大小姐的泳装，顺便把偷窥狂魔击退。然而回过神来才发现，大小姐他们已经将她给完全无视了。几人换上泳装来到了沙滩上，女仆的出现瞬间吸引了一波小粉丝。不过看到大小姐的泳装时，立马毁掉了形象。为了防止弄脏泳装，杰伊就想帮助她把外罩解下来，但女仆似乎不太愿意。难得看到她这样子，大小姐觉得是个机会，赶紧上前想一起帮她把外罩解下来。幼女が私に群がって。おやめください。しまった、逆に喜ばせたか。这钢铁般的腹肌瞬间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把女仆都看得不好意思了。然而还没2秒就原形毕露，想要负起责任，让大小姐以后都跟着她。人生の墓場は一人で行け。幼女们愉快地玩耍着，一起泡起了温泉。突然，一只奇怪的老虎出现，差点把小萝莉吓哭。大小姐立马通知管理员有可疑人物出现，然后将她给直接拉走。泡完了水温泉，几人一起泡起了泥温泉。虽然中间发生了一点小意外，不过都无伤大雅。紧接着泡起了牛乳温泉，随后泡起了血池温泉。小绿因为太过舒适，身体反而吃不消，决定先行回去。各式各样的温泉把几人都泡晕了，而且时间也来到了夕阳西下。几人商量着下次再来。突然，可疑人物再次出现，大小姐立马实名举报，管理员迅速将她给带走。回去的时候，大小姐换衣服时发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她忘记带换洗的内衣了，结果还因为走路的姿势太过奇怪，被女仆给发现，立马表示一定会守护住大小姐的秘密。随后一路四处观察，确保大小姐的安全。没想到半路的时候被狗子给偷袭得手，看得女仆极其不爽。幼女のスカートの中に興味を示すので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ですか？お前がそれを言うの？两人继续行走，突然女仆看见一处水滩，瞬间觉得机会来了，迅速的躺了下去，主要是避免大小姐裙内的画面倒映在水中。奈何大小姐比较聪明，从旁边绕了过去。好不容易快要到家，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瞬间刮起了狂风。大小姐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到底有多么渺小。
很快就要坚持不住。没想到女仆奋力的一击，直接将天空给轰开。こいつ手すら動かしたというのか？当然，一切只是巧合。两人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家里。大小姐也换上了舒适的胖次。然而小绿对此表示很不理解，为什么不在途中买一条胖次呢？小萝莉无聊地趴在那里看电视，电视上的女仆一顿行云流水的操作，最后将整栋房子都给炸了。这让她觉得原来女仆是谁都能做的活。女仆直接叹了口气，让大小姐别太把现实跟作品混为一谈，觉得她太看清女仆这份工作了。一番说辞把大小姐整得不耐烦，决定要证明给她看，打算自己也做一次女仆。刚说出来才意识到被女仆给套进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大小姐屈辱地穿上了女仆装，而且还是女仆手工制作出来的。这珍贵的模样瞬间将女仆给净化成灰烬。大小姐最终还是决定今天忍一忍就过去了。刚好这时候老爸过来，看到大小姐的瞬间，二话不说先拍几张照片保存下来，随后赶紧跑去上班。大小姐立刻大喊想让他删掉，但老爸却不肯，因为在被辛苦的工作压倒的时候，一张女儿的照片肯定能够支撑她的内心。此时女仆也复活过来，让大小姐一起给老爸送行。やってやる！やればいいでしょ！メイドの仕事がなんぼのもんだ！接下来女仆想给大小姐说明工作的步骤和方法，却被她拒绝了。为了证明自己能做女仆，她决定要自己来。首先是整理书籍，结果自己看得起劲，等反应过来时腿都坐麻了。接着洗衣服的时候，把自己最喜欢的上衣给弄坏了。打扫浴室的时候，因为一块肥皂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清洁冰箱的时候，腿太短了够不着。小绿看见之后想要帮忙，结果被嫌弃了。大小姐直接搬来了一张凳子，顺利完成了清洁工作。最后来到了妈妈的房间，大小姐第一次体会到，原来做家务是这么辛苦。但是这世上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在做这种事情，全都是为了珍视的家人。然而小绿却不认同，觉得大家都有跟她一样，从苦难中找出欢乐的可能性。到了晚餐时间，大小姐亲自动手给大家做料理，那模样把女仆看得心惊胆战，在一旁不断的提醒。最后被不耐烦的大小姐训斥了一顿，才乖乖安静下来。很快一份咖喱饭就制作完成，漂亮的完成了女仆的工作。女仆对此也表示认可，并为之前的无礼道歉，整得大小姐都不好意思了，让他们坐下来品尝料理。结果意外的很美味，看来大小姐拥有很高的料理天赋。这时女仆突然对大小姐告白。なんだ急に！初めて会ったあの日から、こうして毎日様々な顔を見せて成長していくお嬢様に、ますます深まる愛を感じたのです。就在女仆自认为很完美，等待大小姐感动到回应自己的时候，大小姐突然拿出了女仆的手机，上面拍下了大小姐一天工作的照片。女仆往兜里一摸，发觉大事不妙，是熊五郎他们发现她在偷偷摸摸干点什么，于是就把她的手机偷偷取走。而女仆太过专注于大小姐，导致自己没能发现，只能强行解释为守护大小姐的成长。当然，主要也是穿女仆装的模样太惹人怜爱，所以她想要流传百世来着，传给以后更多的孩子们。